這絕对是世界上最窒息、最壓抑的工作——岩洞探索。男子已经在這暗無天日的夾缝中苦苦掙扎了7個小時，卻僅僅移動了不到1米的距離，腦袋緊貼着地面，目測整個洞穴的高度不超過10厘米，連轉頭的空間都沒有。為了防止地上的碎石劃傷臉部，他只能將硬紙板墊在臉下，貼地向前挪動。溫馨提示：觀看此視頻的同時，千萬別忘了呼吸。這項工作的收益相當可觀，每探索一個岩洞就可以獲得至少6位數的豐厚報酬。但全世界從事這項工作的人不超過2位數，因為很少有人能受得了這樣的工作環境。如此狹窄的空間，想必幽閉恐懼症一定會馬上瘋掉。即使是一名專業的岩洞探險家，長時間的被困也讓他的身體嚴重透支，再加上洞穴内氧氣稀薄，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恐懼直接拉滿。如果不盡快爬出，凉凉只是時間問題。而前方深不見底的洞穴就像一個深淵一樣，更加令人絕望。如果運氣不好，走到了死胡同或者被巨石堵住了出路，那基本就可以宣布吃席了，根本無力回天。不巧的是，男子今天的運氣貌似非常不好，用了全身的力氣，終於爬到了岔路口。本以為越往前空間能变得越寬敞，沒成想竟爬進了一個更加狹窄的岩洞，好像是一個死胡同。此刻他已經在這密閉的洞穴中被困了10個小時，這是一場与死神爭分夺秒的较量。地上尖銳的碎石也讓移動變得更加艱難，但這對於身經百戰的他來說也只是家常便飯，依然往前一點點的挪動。探險進行到這裡，如果他的判斷出現錯誤，也只能硬着頭皮向前爬，根本沒有回頭路可以走。但遺憾的是，男子這次又選錯了路。此刻他的體力已經到達極限，精神也瀕臨崩潰，但出口卻還是遙遙無期。走投無路的他開始絕望地錄制遺言。每年全球有幾百名洞穴探險愛好者葬身洞穴，狹窄且深不見底的洞穴似乎隱藏着某種魔力，即便是98%的死亡率也無法阻擋他們的腳步。就在男子絕望哀嚎的時候，事態終於出現了轉機。在前方一個黑暗的路口，一個男子正緩緩向他爬來，那正是他的同伴。原來剛才他們聽到了男子的哀嚎，眾人聽聲辨位，規劃了正確的路線，找到了他。很快他們來到了一個較為寬闊的地方，他們在這裡短暫休息了一會，大致繪製出洞穴的基本結構後，打算原地返回。就這樣，在同伴的帶領下，男子終於找到了出口。歷經12個小時，他終於重見天日。這種劫後餘生的快感讓他再一次露出了笑容。幾十個 W 過2天就會到賬，該說不說，大哥這錢掙的我是一點也不眼紅。屏幕前的家人們想必也全程跟着捏了一把汗，這下終於可以暢快呼吸了。Right now I'm